好，那我们开始就是念信环节了。谁第一个呢？我来。好，毕竟是陪伴这么久的人啊，我先来。是。啊，好了，你们不坐啊？不知道就怎么得给你们让出一个。没有，你们想坐就坐嘛，怕你们太累了。哎呦，坐吧。好，坐吧。你也坐吧。哎你干嘛？我只是想看看你写的吗？不准看。哎呦，好，我来了。甜甜，我很喜欢给你写信，因为给人写信的时候会回忆和这个人的点点滴滴，每次回忆跟你的过去都是很温暖的。给你写信的过程也是治愈我的时间。如你所说，我几乎没有跟你发过火。你说是因为我宠你，确实，你软软的、慢慢的对我讲话时，是很难对你产生什么坏情绪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你总会 get 到我的情绪，也不会做出让我伤心的事情，也不会说出一些让人很伤心的话。所以和你一起待着会让我的内心非常平静。就比如说这次我们一起去韩国，其实一路上我也在对接工作，然后说是旅游，更像是换了个地方工作。但因为你在我身边，所以我特别的安心。无论出现什么意外和不开心，我觉得都能很快平复下来，不发火，反而能冷静下来，见招拆招，解决突发事件。和你一起睡的时候，我都没有被鬼压床。可是回中心来了之后，我经常被鬼压床。最近半个月，我都说了，我是一个阳气很重的人。体会到了，然后就是最近半个月都没怎么睡觉。在韩国的那几天，可能是我最近睡得最安稳的时候。虽然早上会被挖掘机给吵醒，很神奇吧？我们的相处可能没有那么多花前月下，只是一起吃饭聊天，默默相守，过着平凡的日常。单拿出来说，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惊艳全场的事，但这些日常积累起来却是巨大的宝藏。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像隐秘的亲人一般，除了了解我们的人之外，旁人也不知道我们的感情是什么样子。我很享受这样的状态。我们这种状态不会有人故意去破坏，也不会有人去过度脑补。我们的关系好就是关系好，不需要给谁看，也不需要介意谁在看。这样的关系我很喜欢。我们在这里能拥有这样健康又美好的关系，那我很有信心，无论以后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会走散。然后也希望你能够一直就是可以找我，对，就像我们最初那样的陪伴一样。我有一直找你啊。但好，多怎么说？打游戏的时候我可，然后就是希望你能够每一天都很快乐，然后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及时的找我，我也可以帮你解决，对，为你一起分担，对，还有你的新家弄好了之后，一定要邀请我去做客哦。当然会邀请你来。然后就祝你今天生日快乐，要永远这样一直开心的快乐下去哦。很漂亮，今天是不是？是。他的节目棒不棒？棒。好，然后我那个读完了。夸你。夸我什么？夸你写得好。好。但你也没哭啊。来吧，下一个。好，我来，你们不报一个吗？报了，那我们再报一下。好，你知道吗？我刚刚在下面看，我看左边小金，如果你站在这边的话，你们俩特别像两个保镖。什么意思？好，我来了。你怎么到我们 S 队丢人来了？我这是想赵天阳了，给他那个一点那个。好啦，期待你的信啊！哎呦，好期待我的信！其实是第一次给我信。对，是的，兔甜甜。感觉自己絮絮叨叨的写了一篇很日常的日记出来，哈哈，8年了，我们的关系终于可以到了今天是你生日公演，我也还有点紧张的程度了，好像这是第一次正式给你写信吧，对吧？一切悄悄在时光的流逝中成了必然。就是当时出差的时候，我问你还是咱们住吗？你说那不然嘞。冷餐的时候你没有邀请我，我在官博上看到我的名字，我暗爽但是很装的问冷餐有我啊？你说这还用说？所以写信这种事也不用你说，肯定是要写的。不知不觉我们也互相陪伴了1年多了嘛。昨天晚上我翻了一下我们的聊天记录，
在干嘛长达150条。吃饭在干嘛是什么意思吗？想你了。对。所以1年多你想了我150次啊。没事没事的。然后吃饭长达200多，就是吃饭了吗？长达200多次。回来2个字更是300多条。这1年多我们是怎么问对方这么多次在干嘛吃了吗回来没的。不过还蛮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有一次我在外面染头发到天亮，你也会问我回来了没有啊，然后会给我买好吃的。哦对了，前2天晚上你在排练，我想着你估计都没时间跟我吃饭了吧，我就自己点了外卖。过了一会儿你问我吃饭不，我说点完外卖了。你说你想吃小龙虾，我说我点了外卖估计吃不下小龙虾了。你说我只是想跟你一起吃饭而已。这显得我很直男哎，在认真的考虑到底吃不吃得下去，对吧？我会让你无法拒绝的。对，我也不会拒绝你。然后呢，过年我去泰国旅游，把你问我回来没的截图发在了口袋。你说不行，这样显得你太粘人了，你是高冷的甜甜。但是我很喜欢你这样，我很有安全感。我看了那个聊天记，全部都是回来了吗？在干嘛？回来了吗？在干嘛？对啊，我很有安全感，我会觉得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意我。你说我分享欲特别强，早上起床要发一个消息，化妆了吃饭了也要拍给你看。对，去上班了还要给我拍个照片，去上班了。化了妆，哎，化完了，对。你说你喜欢分享欲很强的人，因为这样也会让你很有安全感，这不挺好的？咱俩都让对方很有安全感，这样的友情也很健康，双向奔赴的感情也很难得。虽然呢是我们偶像生涯后期才逐渐走进对方的时间，这种叫什么夕阳红般的友谊。不过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属于缘分的安排。前面认识了6、7年，也属于2根从不相交的平行线，礼貌且有边界感的队友情。到了该相交的时候，命运的手就把我和你拉到了一起。每一个相遇都是刚刚好，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身边，填补了我一部分的空白。好搞笑，我们这也算是闺蜜版的2人2猫3餐4季了吧？算，你在你的房间，我在我的房间。对，我们2个人属于完全不一样的性格，一个人的底色是红色，一个人的底色是蓝色，一个是暖色系，一个是冷色系。一个人说话慢慢悠悠，一个人说话咋咋呼呼，一个话特别多，一个话特别少。但是生活习惯、爱好，甚至喜欢的衣服牌子都出奇的一致。但是我们喜欢喝奶茶，我们都喜欢穿吊带，我们的猫都长得像保龄球。然后我们聊天也很能聊到一起，并我们能聊到很深入的话题，并且理解和尊重对方的一切。所谓的同频就是如此了吧？虽然大家都说你看起来很高冷，但是平时跟你相处的时候，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我们去拍撕拉片，当店主坐地起价从400多涨到500的时候，你怒气冲冲地把我拉到门口，果断走了。对，换一家。没错，立马就找到了一家价格合适，打车直接带我离开。你说我是不会妥协的，简直太过分，休想让我多花100块。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吃椰子鸡，店员给我们放肉的时候掉了1块在桌上。我心疼的看着那块鸡肉，也没好意思开口。你小心翼翼的对服务员说：“给我们夹进来。”哎，等一下，你们是什么时候背着我吃椰子鸡的？太过分了！下次叫你，我每次吃的时候都会叫你们2个，你们俩吃却背着我吃。哦，我们那天是公演结束去拍撕拉片，好吧，然后就去吃呢。对，然后他就是给我们夹进来，哈哈，真的特别可爱，总是能够从很多的小事里 get 到了你的可爱。当然了，也不止可爱，大师也很靠谱。第一次跟你去泰国旅游的时候，因为总是心不在焉，你机场全程都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回了国内。我和别人争执的时候，你会直接拉着我的手带我离开。朋友就是这样，在月底的时候陪你抠抠搜搜，在一起的时候又觉得你可可爱爱，在困难的时候呢又觉得你超级靠谱。最后呢，就是想说，加油已经说腻了，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拥有随时停靠和休息的底气。
真的很喜欢你，田书丽。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能够这样子手牵着手，一起就是走到毕业。人生呢，各个路口，无论选择哪条路，都没有绝对的对和错。祝你在无数个选择中走向自己，并不是要你一直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是希望你对于自己的选择坚定、勇敢、执着。你的粉丝也一定会陪伴你走到最后，而且也会给你想要的答案。就是这样，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其实我写信的时候特别紧张。对，昨天我在你房间，你还把我赶走，说要写信了，他要把我赶走。他是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个高清镜头，他特别焦虑，然后他要去我那儿借那个美容仪推一下，然后一边推我一边想，快走，我要写信。对，好，那接下来的半封信就由赵天阳为你来。对，哦，好，嗨，田书丽。刚开始下笔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这是给你写的第一封信。哦，也是第一封。对，好像只要你们把前面的人都熬走，就有机会给我写信。这是给你写的第一封信，好像也可能是最后一封了。很喜欢和你一起旅行，上次一起去长沙玩的真的很开心，也发现了平时发现不了的你很可爱的一面。你说你要翻牌，然后就回到你自己的房间，把门紧闭。然后我就还在想，平时也有别人在我们旁边翻牌的时候，也没有说不好意思或者什么的，小小声声的翻牌。结果他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巨大声 ，Hello， 你好呀！我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我想你这个回房间，我以为大家翻牌都是这样的呀。我当时就在想，你的粉丝听你的翻牌的时候，应该要把手机放很小声吧？啊，是吗？真的吗？然后，就觉得你也很可爱。然后有时候感觉我们都不是那种太会表达感情的类型，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在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一个靠前一点的位置。直到有一次 ，Top 16，没有。直到有一次，你因为一些事情很苦恼，来我房间跟我诉苦的时候，我才发现，或许你也像我需要你一样需要我。你总是说我最讨厌哄人了，所以那次的事情我也是完全没有想到的。那个时候还是尬舞大队一起排练。排着，我们俩因为一些什么动作、拍子之类的问题，突然有了一些摩擦。我觉得我那时候好搞笑，居然跟你争辩拍子的节奏。没有。然后那个说明你很认真，眼里不容一滴沙子。然后我情绪不好，就是说先别排了，一个人躲在旁边的椅子上，默默地抹眼泪。你看到之后，马上过来蹲在我脚边安慰我。就是在这之前，我原本以为我们会冷战个几天，或者我单方面跟你冷战。我最讨厌冷战了，我喜欢火拼。必须解决它，必须解决。然后完全没有想到你会直接过来安慰我，因为我就是一个冷战人，我是个逃避人，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可真该死。提到尬舞大队，突然好感慨啊！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很忐忑的。平时工作真的很忙了，怕你会觉得太累，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没有想到你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当时为了让你答应，我还说别担心，所有的副歌我都可以教大家，就是不要担心排练会很困难。你说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啊，大家一起搞也是可以的。然后虽然我们的第一个练习室你说是你的黑历史，再也不想看。别提了。但我真的觉得那会儿好开心呀，好快乐。有慧慧，有小马，有扣子哥，和自己最好的朋友一起做最喜欢的事情。除了排练的时候拌嘴，就没有别的烦恼了。虽然每次拍摄的时候大家都累得失去所有力气，但每次看到最后的成果都会觉得哇，我们真的很伟大。现在回头看这些，旅行也好，尬舞大队也好，这可能就是和好朋友一起，不管做什么事都很幸福吧。没错。然后最后想跟你说的是，如果没有这个机会，肯定不会说出口的话。等我和小爱走之后，你一定要好好喝奶茶，好好吃饭，
难过了也要记得给我们2个打电话。哎呀，别！昨天我们把我当人。开心了也要记得和我们分享，有空的时候记得找我们俩玩，忙的时候不许不回消息，公演的时候转过头找不到我们也不要难过，因为我们俩可能在外面快乐着呢。太搞笑了。然后总之你要记得我永远都在，爱你哦。整这些。怎么回事？我没给你说哭，他给你说哭了。哎呀，太难过了。你别哭，赵太阳都没把我当人呢。老亲，不要这样。没事的，甜甜，我会陪你的。小金，你来。到我了。甜甜，生日快乐！这是给你写的第2封信了。本来想夸夸你今天舞台很顺利的完成，结果没想到最不顺利的是我们的舞台。对，但是还是很夸夸你其他的舞台表现的都非常的棒。距离上次给你念信已经1年了。然后我刚刚专门听小爱说之后，我专门去搜了一下，你给我发我们发在干嘛只有90次。哎呀，我也搜了，他只给我发了10次。你只给我发了90次。你更少。没有，是总共加起来90次。距离上次给你念信已经1年了，这1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多到我无法去赘述。还记得上次的信里我说我们还没有吵过架，果真人还是不能立 flag 的。这段时间我们好像把所有能生气的理由都生过一遍了。你会因为我陪伴你的时间少了而生气，我会因为上次生气你把我取消的微信置顶在和好很久后都没有置顶回来而生气，然后我就偷偷把你的备注给改了，被你看到后你又生气了。虽然很像绕口令，但是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一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就会吵架。还记得在三亚旅游的时候我们还大吵了一架，你说你说这样的话明天就买机票回去吧。我说好啊，明天就买。然后就是很漫长的沉默。然后在沉默的时间里我就很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也很害怕这样的我和你相处会不会带给你很多的不开心和烦躁。但是这样的情绪一直到你钻进我怀里的那一刻，随着海风就消失了，我们就这样靠在一起。我们就这样靠在一起，吹着海风，看着星星酸。干嘛？我们钻进对方的怀里。虽然我们是3个人。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好像又什么都说了。虽然一直说吵架的事情，但是磨合期嘛也是可以理解的。之前我们每天都待在一起，一起吃着外卖，一起看着综艺，每天不管干嘛多忙都要去对方的房间里面玩，2个房间都住成1个房间了，也算是2室1厅了。是。所以这段时间里还是开心居多的，对吧？好，之前给你的信里说到幸福的具象化终于在我们之前的日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了，甚至连吵架都有滋有味的。但其实我们的兴趣爱好有很多不一样的。每次看到你为了我去做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事情，努力又认真的样子，都会心软软的。还记得我们因为段位不能一起打游戏，
结果你自己偷偷打上去了，然后很高兴地对我说可以一起打啦。听到的瞬间，我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啊！下一秒就被满满的幸福感包裹着，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一直在包容我，走向我，用自己的方式让我知道被你在乎着、喜欢着。哎，我的鼻涕止不住了。感觉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让彼此都比较舒适的状态，不过还是要小小的控诉一下，你真的很喜欢搞这种主人的 play。就像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我刚知道你的想法的时候，就在想，不愧是你田淑丽，但是也没有办法，以后会多多满足你的。好了，控诉完了，进入夸夸模式。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就像你之前对我说的一样。会为了自己想要追寻的东西坚定地付出一切，也是一个很果敢决断的人。这样的你在我眼里真的非常有魅力。虽然有时候我也会不太懂你的一些小骄傲，但是在内心里会想，你就是该这么骄傲的，因为你的一切都值得你去骄傲，也值得爱你的每一个人骄傲。所以不要去焦虑，也不要怀疑自己，有很多爱你的人都会支持着你，也希望你知道，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很坚定地支持着你的。这段时间准备生日公演辛苦了，等忙完之后好好的大吃一顿。你和我说过，很多人都跟你说你太瘦了，这确实是实话。希望你可以吃得胖一点，虽然我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格跟你说这个，但是还是希望你可以多吃一点。最后，偷偷告诉你，刚刚节目最后你许愿的时候，我也许愿了。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每年的生日愿望都可以实现。生日快乐！把我整的，哎呀，很少看到甜甜流对，眼泪，因为感觉，去年跟今年有点变化太多了，就是朋友也离开了很多，然后觉得有时候很孤单吧，对，所以会经常找人一起吃饭，对，然后就是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陪在我身边，然后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冰蓝色是最好看的颜色，是在我心中和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吧，对。